这是一台1000元终端小主机，它有双网口、双 NVMe， 还有 USB 4和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它同样也是家庭最佳 HTPC 的有力候选者。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5 7640HS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盘雷 W24。Ryzen 5 7640HS 相比 Ryzen 7 7840HS 6核12线程比8核16线程少了2核，但基础频率却提升到 4.3G 赫兹，超过了 7840HS 的 3.8G 赫兹。显卡核心数又少了4个，显卡频率也差了 0.1G 赫兹。Ryzen 5看起来确实落后于 Ryzen 7，不过它价格便宜，还真合适于我们的1000元终端机。只要不买旗舰，1000元终端机就是我们最该关注的产品，它是家庭用来做轻办公和 HTPC 的最好选择。所以现在我们给1000元终端机推荐，设下必须有满血的 HDMI 2.1 接口这一严格限制。那么大家认为1000元终端机是否需要满血的 HDMI 2.1 接口这一限制呢？毕竟它一下就把万年 HDMI 2.0 的英特尔小主机全给排掉了。盘雷 W24装置 AMD Ryzen 5 7640HS 6核12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AMD Radeon 76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SSD， 3屏显示输出， 2.5G 和 1G 网卡加 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NVMe SSD 散热胶垫，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是浑然一体的塑料机身，顶盖上有易拆提示。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双 USB 3.2A 口、USB 3.2C 口，耳麦接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 USB 4接口可以输出 DP 信号，1000兆和 2.5G 网络接口， DP 1.4 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双 USB 2.0 接口，双侧底部、后部都有通风口。从这个缺口直接就可以揭开底盖，真是太方便了。我们来看看内部接口情况：2条 DDR5 内存插槽，一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4.0x4 接口。NVMe 下面是 WiFi 6E 无线网卡。BIOS 首页里显示本机安装了 32G DDR5 内存，这里可以设置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16G。 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因为想充分测试这块 CPU 的最大极限，我设置了65瓦，温度强手动设置为95度，这里记得也要手动设置为65瓦。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逐渐下滑跑到50瓦，整机功耗跑到73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4.3G 赫兹。我们单考了1小时09分钟，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5度， SSD 最高温度56度，内存最高温度57度。我们用盘雷 W24 迷你主机的 Ryzen 5 7640HS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2分42秒，共计762秒。762秒的成绩和 6900HX、6850H 差不多。CPU-Z 多线程 5301.4， 单线程 674.7， 多线程低于 6900HX、6850H， 单线程比 680M 核显的它们稍高一丢丢。Geekbench 5多核9811，单核1902，多线程和 6900HX、6850H 接近了，单线程要高不少。Geekbench 6多核11196，单核2564，多线程超过了229 6900HX， 单线程领先幅度更大。Cinebench 223多核12973，单核1742，
单线程肯定领先，多线程稍微落后 6900HX 和 6850H。赛利奔驰2024多核746，单核105，单核比 6900HX 和 6850H 高，多核与 6900HX、6850H 差不多。Passmark 多线程25526，单线程3905，多线程和 6900HX、6850H 差不多。综合上面的比较，盘雷 WO4 的 7640HS 单核普遍超过其他 680M 核显的 CPU， 多核与 6900HX、6850H 接近。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450838， CPU 得分822401。我们给 Ryzen 5 7640HS 运行 OpenDriver 测试 ，AES 886081， X220 372,280， Core Mark 367,562， 在 Core Mark 成绩上稍稍落后 6900HX。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80帧，复杂场景60多帧。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接近90帧，非常不错。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4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战斗起来50多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57帧每秒。实战一下。这就是 Radeon 76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87度，内存做显存最高80度 ，SSD 最高61度。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 Spy 2536，File Streak7167，Still No Man Night 16.82 FPS， 稳定度 99.2%。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760M 核显的各项成绩其实和 680M 核显差不多。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车编程，跑到了 13.82 token 每秒。760M 核显小主机让我刮目相看啊！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160赫兹，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赫兹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CbCr 444非压缩信号。Radeon 76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5200兆比每秒 ，PCIe 4.0x4 的入门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电3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次是 MT7922 WiFi 6E 无线网卡，跑到了75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无线性能了。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7G。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盘雷 WO4 装置了 Ryzen 5 7640HS， 这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50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90瓦，120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1度 ，SSD 待机温度45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54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4分贝。盘雷 WO4 它装置了 AMD Ryzen 5 7640HS CPU， 出厂最高50瓦功耗释放 ，CPU 性能和8核16线程的 6900HX 接近，但它只有6核12线程。760M 的图形性能也和 6900HX 的 680M 核显相当。它更强的地方是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 8K 60帧 AV 视频。而 680M 核显对 8K AV1 是无能为力的。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双网口双 NVMe， 还有 USB 4接口，接口还是相当不错的。说到缺点嘛，这台终端新机缺少了 Oglink 接口，还有就是 BIOS 里没有预置性能设置。总结一下，盘雷 WO4 装置的 Ryzen 5 7640HS 最高支持50瓦的性能释放，接近 6900HX。图形性能也和它差不多，散热静音都稳定，满血的 HDMI 2.1 接口满足了1000元终端机推荐的必要条件。这是一台适合办公以及家庭高级 HTPC 的小主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